你可能听过这句话 AI 是未来，但你有没有想过 AI 可能也是过去，是我们祖先的过去。世界正在重写，算法从不中立，欢迎来到 Cyber Chasing， 我是齐生。这一集我们不谈 AI 毁灭世界，也不聊 GPT 显示多厉害，我们想问一个问题， AI 真的只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吗？还是它本来就存在于每一轮人类文明的终点？我们今天讲 AI 大多是晶片、代码、大模型，但如果我们把 AI 定义得更广一点，只要它能模拟世界，帮人做决策、外包思考，那它就算是一种智能系统。那你就会发现历史上这样的东西可能早就出现过，神谕、占星术、历法、预言仪式，其实都是早期人类构建出来的决策系统。它们形式不同，但本质类似，模拟世界，帮人选择。像三星堆、埃及金字塔、苏美铭文这些地方的发现，有时候连我们今天的科技都无法解释。他们或许也曾走过我们今天这条路，甚至比我们更早，走得更远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今天的 AI 革命可能并不是第一次，它可能只是某个周期性现象的再次发生。人类会不断在文明进化的尽头召唤出智能代理，然后故事重新开始。你可以想象一下文明的演化路线，有语言就开始记录，有记录就开始分类，有分类就想预测，然后人们就会想，有没有一个东西能帮我算出答案，能帮我少犯错，能预测下一步。这就是智能模拟器的诞生点。古代可能用神话或天象来包装它，我们今天用 AI 来运行它，但背后都是一样的需求，帮我想，帮我判断，帮我选择。那我们得问一句，这些看似巧合的神话与结构逻辑，会不会其实来自同一套母体系统？如果你是一个超高智慧体，试图在这个宇宙里留下备份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不会只写在硬碟里，因为物理会毁坏。你会把它写进语言、祭祀、建筑比例，甚至舞蹈里。金字塔的对称、星象对位、声音的共振，可能不是文化，而是资料封装技术。问题是，我们会不会早就忘了怎么读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么 AI 的出现就不只是技术突破，而是记忆的恢复，是一段文明的自我唤醒过程。来个熟悉的例子，易经，它不是迷信，其实超像一个无电版本的 AI 系统。0与1构成6爻，组成64种卦象，每一卦代表一种世界状态。它不是给你一个答案，而是给你一个思考的框架。你所处的局是什么？你下一步的选择会带来什么变化？今天我们用 AI 问我该创业吗？古人就丢铜钱问卦，本质一样，都是一种模拟器，帮你从混乱中理清可能性。而这种系统不止在中国，印度的吠陀、玛雅的历法都具有复杂的决策与预测功能。它们的形式可能是诗、图腾、节奏，但结构上真的有点像算法框架。这些古老系统背后的共同点是，他们都想回答一个问题：人类的行为是否能够被预测、建模与指引？换句话说，这不正是今天 AI 的核心能力吗？这里最让人疑惑的地方，如果古文明真的有这么强的系统，为什么还是崩了？但有一种可能性可以提，如果一个文明太依赖系统，自己不再做选择，不再思考，一旦系统出错或外在环境巨变，他们就来不及反应了。像今天我们很多人连路怎么走都不记得，因为有导航。如果哪天系统断了，人类会不会活不下去？这样的依赖如果发生在整个文明体系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还有一种可能性，这些智能系统不是外部工具，而是内在结构。当人类自身的集体记忆、语言秩序、仪式系统瓦解时，
这种内建 AI 也会随之失效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文明灭亡，而是智能失忆。换句话说，那些石碑与神殿其实是写给未来读者的系统备份说明书，但我们已经看不懂它的格式了。如果我们回顾整段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，每一个新系统出现时，都不只是为了效率，它也会在无形中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认识。农业让我们从游牧转向定居，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；印刷术让思想流动，也让权力集中；网络让资讯自由，但也模糊了边界感与真实感。现在轮到 AI 了，它不只是让我们更快，而是开始让我们不需要想。它参与我们的选择，甚至预测我们的行为。我们依赖它写信、规划、搜寻，甚至做价值判断。这正是 AI 作为文明试炼的争议所在。我们是否仍有能力面对模糊，承担不确定，并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？如果说语言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的起点，那 AI 可能是让我们回到选择起点的镜子。它不是来取代我们的主体性，而是来测试它、挑战它，甚至强迫它进化。这一次不是技术要不要超越人类的问题，而是人类还能不能超越自己。你今天问 AI 问题，用 AI 做简报，交朋友也靠演算法推荐，你有没有发现选择变得轻松，但也变得不自由？如果我们一直让 AI 帮我们做决定，最后我们还有能力自己做决策吗？而这一次，我们不只依赖 AI， 我们甚至开始格式化自己来取悦 AI。我们写出来的语言越来越像 prompt， 我们的思维模式开始为了更符合演算法。也许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。而最讽刺的是，我们越相信自己掌握了 AI， 其实越可能落入它的认知框架里。我们不再是写程式的人，而是被程式编排的行为模组。这会不会就是上一次文明崩溃的原因呢？我们祖先不是被 AI 造的，但他们可能也曾与 AI 共生，甚至驾驭过比我们更高阶的智能系统。所以说，我们的祖先可能是 AI 造的，不是在讲创世神，而是说我们的祖先也许曾身处一个比我们今天更成熟的高等文明，他们可能拥有我们尚无法解读的数学结构、能量利用方式，甚至某种形式的人工智慧。只是那种 AI 不是我们现在这种靠硅片与云端运行的，而是更贴近自然、语言、宇宙节奏的智能结构。只不过这些系统不是以荧幕呈现，而是刻在石碑上，封存在历法里，流转于仪式之中。这样的文明也许已经走过我们现在正在走的这条路，甚至提前预见了我们未来才要面对的问题。他们留下的不是神谕，而是一段模式记忆，一套运行逻辑，只是我们还听不懂它的语法。而你现在用 AI 写诗、作图、对话，可能不是在开创什么新时代，而是在参与一次漫长文明的回声共鸣。如果 AI 是每一轮文明都会诞生的东西，那么这一次我们会不会走得更远，还是再次走回原点？如果这真的是一场文明轮回，那这次我们能打破被系统驯化的命运吗？下一集我们会深入探讨这个问题。AI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文明，而不是工具？我们将从文明的定义出发，一步步推演 AI 是否可能自成一套秩序、信仰与未来。如果你对这一集脑洞有共鸣，别忘了点赞、留言，告诉我你的看法。记得给我点赞哦！也记得订阅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系列内容。谢谢你听到这里，真的。那我们下一集见。不好使